们，大家好。这一讲我们将从微观的角度探索酸与岩石化学反应的内在机理。在石油地质中，我们主要关注两类储油岩体，一类是碳酸盐岩，一类是砂岩。碳酸盐岩的主要成分有番茄石和白陨石，也就是碳酸钙和碳酸钙镁。依据二者占比，可以将其分为石灰岩和白云岩。酸化过程中，碳酸盐岩主要发生的化学反应有盐酸和碳酸钙反应生成氯化钙、水和二氧化碳，盐酸和碳酸钙镁反应生成氯化钙、氯化镁、水和二氧化碳。相比碳酸盐岩，砂岩的成分更为复杂，主要由砂粒与交界物组成。酸处理主要通过酸液溶解砂粒之间的交界物和部分砂粒，或者是孔隙中的离子堵塞物或其他酸溶性堵塞物，从而恢复和提高井底附近地层渗透率。由于砂粒中离间交界物的多样性，在此仅列出了部分可能发生的反应方程式，有石英与氢氟酸的反应、蚕石与酸的反应，以及锰铂石等与酸的反应。开展这些化学反应机理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优化酸液体系、酸化工艺，实现高效增产。了解了反应的方程，我们再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看反应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以盐酸和碳酸盐岩的反应为例，首先我们要清楚反应的类型。酸与碳酸盐岩的反应为酸盐浮相反应，反应只在液固界面上进行，因而液固两项界面的性质和大小都会影响浮相反应的进行。比如界面上的温度、离子浓度、反应面容比等等，都对反应的速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可以将与酸液相接触的岩石视为一个平整的鼻面。在反应动力学中认为，任意固体表面都具有吸附物质的剩余立场，可以假设其反应过程中包含吸附作用，因而酸与碳酸盐岩的反应历程可以描述为氢离子向岩石表面传递，被吸附的氢离子在岩石表面反应，反应产物通过传直离开岩石表面。上述三个步骤中，速度最慢的一步为整个反应的控制步骤，它决定着总反应速率的快慢。酸液中的氢离子在岩面上与碳酸盐岩的反应称为表面反应。对于石灰岩储层来说，表面反应速度非常快，几乎使氢离子一接触岩面，反应立刻完成。氢离子在岩面上反应后，就在接近岩面的液层里堆积起生成物钙离子、镁离子和二氧化碳气泡等反应产物。岩面附近这一堆积生成物的微薄液层称为扩散边界层。在该边界层与溶液内部的性质不同，溶液内部在垂直于岩面的方向上没有离子浓度差，氢离子浓度处于最大值，钙离子浓度处于最小值。而在扩散边界层内部，在垂直于岩面的方向上则存在离子浓度差，氢离子浓度越接近岩面越小，且变化率恒定，而钙离子浓度则从岩面处的最大值逐渐向外减小。同样的，其变化速率是恒定的。
由于在边界层内存在着上述离子浓度差，反应物和生成物就会在各自的离子浓度梯度作用下向相反的方向传递。这种由于离子浓度差而产生的离子移动称为离子的扩散作用。在离子交换过程中，除了上述扩散作用以外，还会有因密度差异而产生的自然对流作用。实际处理是，酸液将按不同的流速流经裂隙，氢离子会发生对流传直，尤其是裂缝壁面十分粗糙，极不规则，容易形成漩涡。酸液的传流流动将会产生离子的强迫对流作用。酸液中的氢离子的传直动力主要来源就是通过扩散和对流，包括自然对流和一定条件下的强迫对流两种形式，透过边界层传递到岩面。这一节的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同学们再见。